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清冷女神到硬凹少女，再到硬凹村妇，李沁离大火为何总差一步？人生之路播完了，对这部戏与李沁的事业有加成吗？客观来讲，加成不大，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负面效果。这一点可能李沁本人及其团队始料未及。在他们看来，李沁这次非常努力，甚至为了角色不惜扮丑。可惜，他们低估了当代网友的审美。勇于扮丑和演技好坏没有必然联系。如果娱乐圈都以勇于扮丑为榜样，那么当红花旦就要变成当红丑旦了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否认李沁敢于走出舒适圈，敢于突破形象的勇气和魄力。要知道，在如今的娱乐圈，连明星好好背台词、不迟到都可以被当作优点，那么勇于扮丑更是优中之优。只是有一点，如果一个人一开始的路就走错了，那么他所谓的勇于突破还有意义吗？弄清楚了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李沁离大红总是差了一口气。01，大家看人生之路总是在吐槽李沁的妆造和台词。关于妆造过黑这件事，一个人一个看法，可能演员本人和导演就是觉得巧克力色更符合当时的年代背景。至于那一头像泰迪的卷发刘海，可能是造型师对那个年代女性的刻板印象吧。这黑皮和卷发直接打破了李沁角色越惨人越美的定律。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还是在于演员对角色的塑造。刘巧珍这个角色前后期差异比较大，前期活泼开朗，后期成熟稳重。而备受网友吐槽的也正是刘巧珍的前期阶段。那个时候的她还是个非常明亮爽朗的姑娘，虽然没念过书，但淳朴善良，敢爱敢恨。为了能更贴近这个角色，李沁刻意保留了陕北话的尾音。这原本是个好事，但由于陕北方言独特的发声技巧，反而让李沁看起来有些用力过猛。同时也因为台词原因，李沁演戏的时候会过度注重发声技巧，而忽略面部表情，以至于让观众察觉到角色情绪不到位。不过，此类问题在巧珍去上海后变得越来越少。总结下来，原因有2点。其一，巧珍来到上海，开始讲普通话，台词不再是她的牵绊，所以她能更专注塑造角色。其二，巧珍的悲剧色彩开始展现，人物妆造也更加知性优雅，再加上李沁本身就非常适合这类苦情角色，所以观众的观感发生明显改变。这也就再一次证明了李沁的赛道在美强惨的角色上，而不是硬凹少女或者硬凹农妇。02，提起李沁的美强惨角色，你的第一印象会是谁？是那一袭红衣，凄美凌厉，眉眼间全是悲愤的亡国公主袁纯，还是那在黄土高原上孤零漂泊，啃食野草的田小娥？又或者是那孤傲冷艳，盛开在紫禁城绝望之花容妃？这3个角色可以说是李沁自出道以来最为高光的角色。这3个角色能广为人知，也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特质。其一是美。刚出道的李沁脸上还带着些许婴儿肥，圆润可爱，所以可以演少女时期的宝钗。经过岁月打磨后的李沁，脸部线条逐渐硬朗，眼角眉梢嘴角的线条都很明显。不笑的时候，嘴角轻微下垂，生人勿近的脸上添了一丝苦情。所以，李沁的美是古典的，是清冷坚韧的，是脆弱破碎的，是能引起观众心疼和共鸣的。《如懿传》里的容妃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她不该为了所谓的角色突破而放弃自身巨大的优势。其二是悲。袁纯的悲是在国破家亡、感情背叛、尊严尽失中滋养出来的地狱之花。
黑化之后，她杀人如麻，笑容邪魅，搭配那一袭红衣浓妆，像吞噬生命的熊熊烈火，美艳且危险。圆唇的人物弧光越强，背后的悲情色彩也就越浓。田小娥的悲，是男权社会下独立女性反抗失败的牺牲品。她反抗的越强烈，遭受的打压就越大，可越是被打压，她就越勇于反抗，直到生命的消亡。这两个角色虽然悲剧底色各不相同，但他们都在李沁的演绎下惨到极致，美到极致，让人过目难忘。03，按理说有这样鲜明的角色在前，李沁不应该一直都是半温不火的状态。可事实就是，他离大火永远差一口气。拍狼殿下哭得悄无声息，海上繁花也只是在粉丝圈层略有反响。爱上特种兵热度虽然不错，但剧情被观众不断吐槽，电视剧焦点也不在他身上。请君各方面表现还不错，但依旧没有火爆出圈。庆余年是出圈的了，但更圈粉的是宋轶，而不是李沁。人生之路也出圈了，但更多的是差评，完全起不到正向作用。很多人可能就要问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第一，演技不过关，第二就是戏路没找对。关于演技这件事，想要非常出色，那是需要天赋，但想要及格，努力练习就能达到。作为国家第5代杜丽娘传人，要说李沁没天赋，那绝对不可能。但要说她天赋卓越，也绝对是胡编乱造。以李沁目前的表现，也只能是在及格线上反复横跳。这也就突出了选剧本的重要性。做演员一定要学会隐藏短板，放大自己的优势。李沁在不属于自己的赛道上狂奔，就算跑了第1名，也只会被观众说一句硬凹少女。偶像剧虽好，但竞争太大，想要从中冒出头，更是实力、运气、背景一样都不能少。所以说，与其在甜妹纵横的偶像剧里狂刷存在感，还不如早早另谋出路，找回那独一无二的自己。